Hello， 各位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主播队2.5周年新角色火系输出巅峰卫里的测试影片下集。上集已经带各位了解过系数的部分，也让大家知道了卫里的各种机制。那下集我们就从实战来切入卫里的强度吧。首先，我们来进行爆发测试。卫里在短线爆发，尤其是7秒内的伤害，会是目前全游戏的天花板。因为卫里只需要7秒就能够打完1式，不过打完一个完整大招首发的时间，其实也需要大约15.5秒。这个时间长度其实跟大多数角色差不多。不过因为卫里的系数非常高，总体来看，大招除以时间还是卫里最痛啦。再来生存能力的部分，卫里的天赋几乎跟防御没有关系，同时血量上卫里只比星闪跟龙焰多一些，是全游戏前3名的脆。虽然活力之灵可以消除弹幕，不过以目前游戏的趋势，不可消除弹幕会成为主流。这样一来，手残党想拿来当首发需要3思，会非常容易提前挂掉。而在测试中，我也发现卫里的天赋剑心唯一的获取手段，在1到4命格只有火属性武器的技能，5命好一点，开大还能获得2层。所以说前期对于 BOSS 没有很熟悉的玩家，在打 BOSS 或跑图的时候，很容易把剑心全部掉光，然后数字就一直没法跌到5层。这个其实对于卫里的伤害非常不利，3勾套1层剑心就差了220点攻击力，没有剑心跟满层差了1100。虽然卫里的天赋不用依靠命格，但其实实战中常常没有办法维持在满层。如果副武器不是火系，那就更难了。下一季如果被动刀客有进行重置，卫里双火5代刀客应该蛮吃香的。再来，我简单教一下1、4、3种形态在实战中的应用。首先是月剑士，月剑士应该会是玩家相对少用的模式，因为本身系数过低，虽然可以全地图攻击0到5命打完系数也才33，6命勉强可以达到39.2。那什么时候会用到月剑士？我觉得就是在有时间压力的情况下，比如说要抢时间或者时间快到了，可是现在 BOSS 在背板，并不适合用飞剑或重剑士，那这个时候就只能使用月剑士来抢输出。不过其实如果 BOSS 是紧紧贴的卫里，比如说这只炎噬神，月剑士也是有不错的伤害，虽然这种机会非常少见。再来是飞剑士，飞剑士属于卫里作为首发最常用的输出形态，一旦大招飞剑士会处于自动瞄准 BOSS 的模式，这个模式会自动帮玩家追踪，算是比较省力的模式。但因为飞剑士攻击时不会定网 ，BOSS 在移动时可能会产生伤害衰减，理论53.8系数，实战常常只有52，但也算是相当不错啦。不过飞剑士的起始位置是根据卫里的位置来决定，所以在开的时候要尽量对齐 BOSS。面对不可消弹幕的时候，有点容易受伤，真的怕受伤就少点伤害，直接无脑点，正常躲受伤的几率就还好。另外，面对上天的 BOSS， 如果赶时间，也可以在上天时开大，跳到最高时使用飞剑士，也是可以打到天上的龙的。虽然会少一段输出，不过基础上飞剑士应该还是比月剑士痛一些，各位可以试试。最后是重剑士，重剑士是卫里爆发的核心模式，0命拉满57.4， 6命达到63.8。不过如果卫里作为首发，就只能依靠 BOSS 的贴脸板来进行输出，相对蛮吃对 BOSS 的熟练度与运气。而面对灭国文这种不可消的贴脸板，虽然拉得好，一样能够打出高额的输出，不过暴毙的风险也不低，毕竟要分心多操控一个大招按钮来攻击。所以重剑士更常见的用法是2帮卫里接力出来后副手带朱雀，冲刺到 BOSS 脸上，趁机拉4发重剑。至于为什么不主手带朱雀，其实是因为朱雀伤害实在太低，作为主手多打几发，亏的系数就不如重剑的收益了，还不如带双生或智妍来当主武器。不过重剑也不是只要冲朱雀就能拉好，还是要抓一下与 BOSS 的距离。一旦朱雀超过 BOSS 太多，重剑士就有机会直接飞走不回头，那这个系数就直接亏掉了。首先是命格部分，如果觉得现在没有资源养，也对于前面介绍完的卫里没有兴趣，主播还是建议抽一只出来，抽出来之后会跳命格礼包。如果你是有氪金的玩家，非常建议买，买完上1命距离2命就不远了。无氪或低氪玩家，第一波我是建议看要不要抽到2命就好。如果主武器没打算抽双生，比如说已经有智妍可以用的玩家，可以考虑抽到3命来增加保命的性能。有要抽双生就先抽到2命之后先抽武器。再来，如果是非常喜欢卫里，而且一定要拿来当首发的，我是建议直接抽到5命，这样开场才能有比较完整的战力，不至于打半天没有几层剑心。再来课长直接抽到6命就好，也是可以抽到差1只，分别买6月跟7月的零式来凑到6命。更新的时间差不多月底会比较省钱啊。宝物的部分除了买图鉴礼包赌以外，可以先去商店买剑鞘200片，这时候会跳370的50片碎片包，很急就买下去，这样下个月就1勾起步。比较特别的是剑鞘要到2勾，开场的剑心才会有更大的提升。如果是作为接力角色的卫里玩家，套装是可以不用急着弄个 SS 套，钱花在抽角色跟武器会比较好。
至于武器的部分，卫里的专武是怒里双生，专攻是打龙族的，主要是配置在主武器的位置，而下位替代是智妍 ，CD 较短，伤害也蛮不错的。如果有智妍又没钱抽双生的，可以考虑。副武器的部分建议也是带火系的，朱雀虽然系数很低，但可以帮忙拉重剑。作为接力角色，可以副武器带朱雀，接力出来拉满重剑就用不到了。如果不会拉重剑的，就改成双生或智妍，都没有的话就用火炮吧。最后我们来做一个总结，其实卫里最常用到的模式是飞剑式，只要 BOSS 在正面都能无脑开，但是因为飞剑式追踪上有可能会空，所以强度上不会到碾压资源。目前看起来卫里比起首发更适合当做接力角色打一个短线爆发，没有套装跟武命，接力出来会需要先开2发武器再打大招，然后接力拉重剑会是首选，在7秒内就能打出系数42的伤害，加上武器很快就能打个40-50万。想作为首发就得抽到高命格跟弄套装，这边不建议手残党这样干，你会发现剑心都弄不起来，然后很快打一打就挂掉。当2棒比较没有生存压力啊，像是深渊配对就可以紫源或飞染当首发卫里接力，打出来的流程会比较顺畅。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全部角色的系数，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的角色强度确实还是处于一支比一支强的情况，不过卫里的强度就有一个蛮大的范围，会随着我们选择的模式跟 BOSS 的站位来变化。不过卫里的下限就是龙焰的上限了。就火系来说，卫里确实是当之无愧的输出霸主，闭眼睛打都很痛。哦，对了，补充一个题外话，卫里目前是20岁，但身体只有10岁，是一个合法萝莉吗？这应该是一部分人抽卫里的原因啦。关于卫里的测试影片就到这边，不知道各位会不会抽卫里，又是因为什么原因而抽卫里的呢？可以在下面留言让主播知道，那就记得点赞、订阅、分享。还没看过上集的，赶快回去补看；都看过的，我们就在下一部武器测试影片再见，拜拜。